好晕，怎么回事？这就是专家说的每天睡4小时对身体没影响？这什么地方？我不是在加班吗？周周，追兵马上就到了，我们得赶紧走。我勒个豆！老天呐，这是给我干哪儿来了？你谁啊？我是周岩啊！你傻了？我们说好今晚私奔的，穆家的人要是追来，我们就走不掉了。走。周岩私奔，穆昭昭！我靠！我穿进昨天看的那本古早虐文里了。穆昭昭为爱私奔，与周延生泥煮成熟饭，最后一尸两命，不得善终。什么破剧情！果然路边的男人不能捡，这不妥妥一个恩将仇报的扫把星吗？昭昭别发呆了，跟上，我看看追过来没有。不行，我又不是原主，作为现代社畜，岂能因为一个男人失去万贯家财？为了我的美好前途，麻烦你牺牲一下。太子到，谁敢造次？穆小姐要去哪儿？莫不是忘了姑才是你的未婚夫？未婚夫？哇塞，这是剧情给我安排的男人吗？这脸蛋，这身材，绝子！他竟敢对姑想入非非，好大的胆子！等等，他方才并未开口，难道姑能听到他的心声？造孽呀！原主也太不会享福了，居然抛下这种帅哥和首富爹娘，跑去跟渣男私奔！我必须纠正这个错误。没，我就是晚上睡不着，出来溜达溜达。未婚夫兄弟，你可千万别误会。昭昭，你说什么呢？你是不是害怕他？放心，有我在，我会保护你。婉拒了哈，有你我才更完蛋，别扒拉我。我要回家。大胆周延，竟敢拐带穆家小姐！穆家已向京兆府报案，把他抓起来，杖刑100。昭昭，你快告诉他们我是冤枉的。昭昭，这下他应该不能再来烦我了吧？好不容易穿越成富家女，我可得好好享受锦衣玉食、荣华富贵。穿越？叶儿，母后是穿越而来，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。如今母后要回去了，我儿照顾好自己。你干嘛？嘴里没一句实话，小骗子，我看你也该被好好审一审。都怪你，天天忙那破生意，把闺女都弄丢了。我哭死！昭昭要是有个3长2短，老子也不活了。伯父伯母，你们别太难过，说不定昭昭姐只是贪玩，过2天就回来了。穆昭昭这一走，她与太子的婚约就作废了，这太子妃之位只能属于我。这就是我家的大 house， 不错啊，够气派。未婚夫，我知道你是个嘴硬心软的好人，你快放我下来吧。穆小姐方才还喊姑未婚夫兄弟，现在倒是认门认得快。完了，这太子怎么还记仇？长得帅的人心眼也这么细吗？昭昭，奇怪，他们怎么和我现实中的父母长相一模一样？你们是我爸妈吗？啊，你 How are you? I'm fine, thank you, and you. 爸爸妈妈，你们不是在7年前？嘘，天机不可泄露，回家说。太子将小女平安送回，穆某不胜感激。今日家中还有要事，就不多留殿下了。来日定等好生道谢。都散了吧，宁宁啊，你也赶紧回家去。再见，再见。啊！
这一家人果然都有秘密。所以现在的情况是，咱一家都穿越了。没错，7年前我和你妈在车祸后睁开眼睛，就发现穿到这古代来了。有意思，这穆家着实不简单。乖女儿，既来之则安之，这里也挺好，至少环境纯天然无污染。如今爸妈有钱了，不会再让你过苦日子。来，多吃点，都瘦了。行吧，只要我们一家还能在一起，我就已经满足了。对了，你说的剧情又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其实我们在一本小说里，而且这是个古早虐文，按原文发展，我们家会迎来灭门劫难，我还要被男主周岩虐身虐心，最后惨死。什么？我就说那小子不是好东西。爸，你放心，我一来就在想办法对付他。现在周岩就算不死，也得脱层皮，短时间内不可能再祸害我们。来来来，咱们先干一杯。那就好，宝贝女儿干得漂亮。老爷夫人，不好了！周岩周公子毫发无伤的从金让府回来了。什么？这就放出来了？他开金手指还是抱上大腿了？还有我勒个穆宁宁，怎么胳膊肘往外拐？宁宁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谁让你把他带进来的？伯父别生气，我看周公子如此痴情，实在可怜。他只是想见昭昭姐一面，把误会说清楚而已。昭昭，昨夜你为何突然弃我而去？可是太子他威胁你。昭昭姐，周公子对你一往情深，你们既有情，又何必拘于权势？这两人，一个半深情，一个半仗义，是铁了心要坐实我与周岩有私情，我绝对不能认。你们坏我名声，意欲何为？私闯民宅，不请自来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请立即离开。听见我女儿的话了吗？再不走，别怪老子不客气。宁宁，你也出去，穆家的事还轮不到你来做主。昭昭，你当真要如此绝情，赶我走？周公子若执意不走，我不介意叫家丁送你一程。恐怕你们没这个资格。我之所以来这一趟，是因为父皇已认我归宗，如今我乃端亲王，尔等还不速速给本王行礼？怎么回事？回殿下，今日圣上去了趟京兆府，正好遇到姚大人沈周岩。圣上由此认出，这就是失散在外的六皇子。原来姑又多了个便宜弟弟。穆昭昭，现在你要怎么甩掉这个烫手山芋？完了，这次怎么直接就封王了？剧情跳得太快，大猪蹄子老皇帝坑死我也！就算你是端王殿下，小女也与你毫无瓜葛，是吗？可昭昭昨日才说过对我倾心相许，要和我生死相随。况且如今父皇也已知晓我与他的情谊。周岩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我发誓，对你从未有过男女之情。穆昭昭，别给脸不要脸！我现在可是端王，你要是乖乖跟我走，看在你的救命之恩上，我可以让你做端王妃。你若敢不从，别怪你怎样。穆府倒是越来越热闹了。太子，救星啊！你可算来了。不过他怎么总能这么及时救我？莫不是心里暗恋我，一直偷偷关注着我吧？穆昭昭，你可真敢想，也太自恋了。六弟好大的威风，刚认祖归宗
就迫不及待要来抢姑的未婚妻。太子殿下，我与昭昭相识在前，情谊深厚。至于你与他的婚约，不过是父母之命，昭昭未必愿意。哦，那穆小姐愿意跟六弟走吗 ？No， 不愿意，我只想待在家跟我父母在一起。太子给点力呀，把这个狗屁端王和白莲花堂妹赶走，我不要再看到他们了。六弟听到了，父皇虽然认了你，但也没说要废了姑与穆小姐的婚约。你若是再纠缠，如今我还没站稳脚跟，不能和太子硬碰硬。好，我明白了，今日是我考虑不周。昭昭，我下次再来看你。吓死我了，差点被抓去挖野菜。只是这周延摇身一变成了个王爷，只怕他不会善罢甘休啊。所以为了永绝后患，太子殿下，要不咱们把婚期提前，最好明天就成亲。昭昭，婚姻大事不可儿戏，你再想想啊。不用，我都考虑清楚了，只要我成为名正言顺的太子妃，其他人自然会知难而退。穆小姐可知成亲意味着什么？在这皇家婚事需要钦天监择日礼部筹备，哪能如此仓促？你按着原剧情去择完日筹齐备，我坟头草都2米高了。特殊情况特殊办嘛，以倾慕殿下心切，一刻都等不了。不如先办订婚宴，后续流程再走，如何？好啊，既然穆小姐如此急切，那姑答应了，明日就办。没问题，殿下你人真好，完美，挡箭牌干。等接太子倒过剧情杀就合离，坐拥泼天富贵，养一群男宠，过神仙日子。好个小骗子，胆子真是飞上天了。他眼神怎么有点吓人？不会看穿我了吧？不可能，大不了日后和离，多补他些私房钱。姑早看透了你的心思，看你还往哪儿逃。王爷，听说昭昭姐要和太子殿下订婚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穆家是一国首富，本王绝不允许他们倒向别人。至于穆昭昭，只要在这之前让他与本王有了夫妻之实，到时穆家和他还不是只能依靠我。原来王爷已经有了应对之策，倒是宁宁多虑了。此事还要你帮忙，你是穆家人，方便动手，想办法把这迷情伞用在穆昭昭身上。事成之后，本王不会亏待你。愿为王爷分忧。穆昭昭，我要你在自己的订婚宴上身败名裂。跟妈妈说句实话，你今日订婚当真只为挡端王，对太子难道没有一点真心？妈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保命要紧。什么真不真心的，能值几个钱？别以为妈妈不知道你那点小九九，我告诉你，太子可不是好糊弄的人。他早年丧母，皇帝对他也并不亲近，却仅靠自己稳坐东宫，可见不简单。我心里有数，您放心吧。只要演技好，这个车翻不了。我该换礼服了，妈妈，你先出去等我。又怎么了？昭昭姐，恭喜你即将成为太子妃，这杯酒妹妹敬你，祝你和太子永结同心。多谢好意，只是我不胜酒力，就不喝了吧。莫非姐姐还在得罪我，竟与妹妹如此生分了？少道德绑架，我不吃这套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这酒里肯定加了东西吧？你当我傻呀？没想到你还挺警惕，只可惜猜错了。迷药不在酒里，而在你房间的香炉中。昭昭，今日我们好好叙叙旧情。
好，大意了，你们不讲武德。终究还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你去引人过来，必须让所有人看到穆昭昭与本王共处一室，孤男寡女，干柴烈火。好，这就去。欢迎欢迎，各位请坐。太子殿下到。穆员外，虽然时间紧，但姑也想尽可能把订婚宴办得体面些。这都是我东宫的藏品，今日赠与穆小姐，全当纳吉之礼。殿下有心了。订婚宴是她自己急着要办的，按她的性子，不该错过这种热闹。伯父，太子殿下不好了，昭昭姐的房间进贼人了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胡说八道！昭昭房门外一直有人守着，哪来的贼人？带路。青天白日的，哪有什么贼？宁宁，定是你看错了，别大呼小叫，惊扰了贵客。确实有个男人在朝昭姐房里，万一对方心怀不轨。穆小姐今日要和太子殿下订婚，房里竟然进了其他男人，这种时候出岔子，伤的可是皇家颜面，定是有什么误会。不如大家一起去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。若真是歹人，去晚了昭昭姐就危险了。好啊，姑倒要看看是谁如此大意。这声音分明是在行苟且之事啊！难道这还是个采花贼？今日守卫森严，不会是穆家小姐自己在与狂徒私会吧？真是伤风败俗，不成体统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们休得胡言乱语！来人，给姑把门踹开！哟，这么热闹，大家都围在我房门前做什么呢？昭昭姐，你怎么会在外面？我在自己家院子里散步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就是，倒是你们都聚在这儿，难道是昭昭的房间进贼了？我就说嘛，根本没什么大事，奈何你们非是不听啊！原来只是虚惊一场。那屋里传出的男人声音又是谁？既然昭昭无恙，那这私闯幕府的贼人更不能轻饶了。咦，六弟，怎么是你？竟然是端王殿下！这不可能啊！哎呀妈呀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的！端王这是有什么特殊的癖好，竟然跑到女子闺房里来演练？这传出去，您的名声还要不要了？是啊，六弟，你怎么把自己折腾成这副模样？可真是够惊世骇俗的！快把端王放下来！穆昭昭，你竟敢如此算计羞辱本王！此话从何说起？大家评评理，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是多么纯洁，多么无辜啊！端王，我看你也是太狂野了，被大家撞破了这等行径，还想栽赃陷害我女儿，简直是闻所未闻，没有这种道理啊！说的也是，这穆家和穆小姐真是无妄之子。六弟，慎言！你擅闯穆家，被当场擒获，还不知反省，究竟意欲何为？太子竟然这般维护穆家，看来他们是有心要一起打压我，我得赶紧脱身，万不可让此事闹大了。我知错，求太子殿下恕罪。知错能还，善莫大焉。既然这样，你就再给穆小姐道个歉，赔个礼吧。礼也不用太多，给个黄金1万两应该就够了。哇，我要发财了！陆承业，我真是爱死你了。是，我知道了，黄金不日会送到幕府来。告退。穆昭昭，陆成立，我们走着瞧。宁宁妹妹偷偷摸摸的想去哪儿？不告而别是心虚吗？没有，我只是被刚才的事吓着了，想回去歇歇，是吗？可我怎么觉得你是看见端王出丑，发现提前安排的一出好戏唱砸了，怕被我追究，才急着开溜呢？对啊，刚才不就是他嚷嚷进贼了，引我们过来的吗？现在想来，
那些话句句都在暗示穆小姐行为不端，我们一时都被误导了。大家误会了，我是真的担心昭昭姐，所以急不择言。担心？我可没见过哪家姐妹是这样担心人的。宁宁，你是不是忘了你下在香炉里的东西了？我看什么都不用多说，人证物证俱在，直接报官吧。报官？那我的名声岂不是全毁了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伯父伯母，昭昭姐，我错了，是端王，是他胁迫我的，求求你们看在一家人的份上，饶了我这次吧。现在知道是一家人了，那你下手的时候怎么没想过，做错了事就应该承担后果？去请京兆府的差役来，就说咱们家抓到了一个恶徒。也把二房的人叫来，让老二自己看看他教出了个什么样的女儿。老婆，闺女，你们俩怎么回事？难道早就知道周岩今天会来这一手？是我们闺女料到对方不会善罢甘休，所以提前做了准备。这些古早虐文套路，无非就是下药抓奸，一点新意都没有。我早就摸清了，怎么可能轻易中计？不过也多亏了妈妈配合，帮我处理了香龙，还陪我演了出金蝉脱壳。那可不，你妈身为现代药剂师，早就发现不对劲了，想害我女儿，门儿都没有。妈妈霸气威武，周岩这次进屋时，我妈一拳就把他打晕了。闺女受委屈了，也长大了，遇到事儿都能独当一面了。那当然，我可是有勇有谋。不愧是我，对付渣男就得比他更套路，让他偷鸡不成蚀把母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来招惹我。这小骗子心思倒是缜密。六弟啊六弟，你惹了个这么记仇又机灵的主，真是自作自受。穆小姐，方才的插曲虽令人不悦，但所幸未酿成大祸。不知这订婚宴……继续啊，当然要继续了。坏人被抓，喜事照办。姑也正有此意。吉时未过，宾客仍在，穆小姐，请。走着。这订婚宴总算是顺利完成了，累死我了。你和太子的婚事定在了下个月的初8，满打满算就剩1个月时间了。昭昭，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？就算你不嫁人，爸爸也可以养你一辈子。对啊，昭昭，嫁入皇家可不是什么好事。那些宫斗剧不都演了吗？动不动来个1丈红，打入冷宫的，别提多吓人了。我都想好了，我不找事儿，事儿也会来找我。与其被动听从剧情安排，我还是更喜欢主动出击。再说了，跟太子在一起也不是没有好处啊。看看，这么多金银珠宝，全是我的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也只能支持你了。今日累了一天，早点休息吧。明天是下元节，还有的忙呢。下元节，记得原剧情里写，周岩在这一天收获了一个心腹暗探，我岂能让他如愿？本小姐必须先下手为强，把这枚棋子给他截胡了。小姐，这里可是风月场所，我们来这种地方不太好吧？没办法，谁让小说总喜欢这样写。花魁身世凄惨，却身怀绝技，遭遇权贵逼迫时，刚好被男人所救。大美女从此就心甘情愿跟随恩人当牛做马。我想吐槽这种剧情很久了。两位公子面生得很啊，是第一次来我们春风楼吧？老板娘，听说你们这儿有位紫月姑娘，舞姿堪称一绝。公子好眼光，紫月可是我们家头牌，只不过这价格嘛，您懂的。本公子慕名而来，想请紫月姑娘单独献上一舞，这些就当是定金了。那些银票得有上千两了吧？这人好大的手笔！公子真是爽快人。紫月姑娘今日本来是不见客的，但您如此有诚意，我这就去请。春风楼今日由本王包场了，老婆，把无关人等都赶出去吧。靠，来得这么快，冤家路窄是吧？原来是端王殿下大驾光临，这位公子实在是不巧了，您看要不您下次再来。春风楼既然开门做生意，就应该讲个先来后到。本公子的定金，老板娘可是收下了。本王已经下令，你还不识相点，赶紧走人。端王殿下好大的威风，你包场，那我也包，不如价高者得。拼财力，姐现在可是首富。
周岩刚封王，俸禄赏赐有限，他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你是铁了心要跟本王作对，胆子可真不小。莫非是活得不耐烦了吗？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威胁我？这里可是天子脚下，最讲律法。端王将归宗不久，难道就想仗势欺人？你知道你现在名声有多差吗？再闹笑话，陛下也该厌弃你了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不告诉你，你能把我怎样？妈妈，不好了！李尚书家的公子喝多了，闯入后院，非要对紫月姐姐动手动脚。什么？开始走剧情了。光天化日之下，岂容纨绔子弟强抢民女？此事交给我。紫月，本公子看得上你是你的福气。李公子，请自重，我只献艺，不卖身。驾清高，都落到这种地方了，卖不卖身可由不得你。给我过来！住手！强迫女子非君子所为，放开紫月姑娘。该死，还是让她赶上剧情点了。不行不行，等等，英雄救美也得排队。今天是我先选的紫月姑娘，要救也该是我来救。你们谁啊？敢来管本公子的闲事？李公子，这位可是端王殿下。还有我，在下姓穆。紫月姑娘放心，我别的没有，就数钱多。李公子要是再纠缠，小心我立刻雇180个壮汉来，看李公子有没有本事以一敌百。算你们厉害！多谢端王殿下，也多谢穆公子。今日两位在春风楼用的所有酒水都算在我身上，就当报答两位的恩情。举手之劳，不值一提。姑娘没事就好。你看这事儿闹的，我还想来看你跳舞呢。穆公子若不嫌弃，紫月愿意单独献上。那端王殿下，您是否也想看舞？不必了，本王还有事。穆公子后会有期。好说好说。好酒，这古代的桂花酿比现代的工业酒精好喝多了，而且紫月姑娘的舞也是绝了，下次还来看。我现在有钱。小姐，你喝多了，咱们赶紧回家吧。等一下，我要上厕所。这种地方空房间里应该都有厕所吧？我去找找，你到楼下等我。殿下，您的伤，属下先为您包扎。无妨，都是皮肉伤。没想到父皇还藏着这么一只密探，他对母后的遗物可真是执着。好在春风楼鱼龙混杂，我们订的这间房常年有人看顾，暂时是安全了。这里面看着没人，正好。殿下，有人来了。嘘。哎呦，是谁给我使绊子？摔死我了！这个声音怎么听着有点像穆昭昭？我了个男菩萨，这身高，这肩宽，还有这肌肉轮廓。春风楼还提供男模服务吗？老板娘真是见外，藏得够深的。这些乱七八糟的心理互助，果然是他。你的服务怎么算？是按时辰收费吗？你为何闯入此处？看样子还是个高冷范儿的，也行吧。高冷男模更有市场。这些钱够不够？你给我表演个才艺。表演才艺？对啊，琴棋书画、舞刀弄枪，或者聊聊天也行。本公子今天心情好，打算当你的榜一大哥。我没什么才艺可言，请回吧。穆昭昭，你可真是好样的。你受伤了？怎么搞的？你们这行竞争这么激烈？不关你的事。别急着拒绝嘛，我看上的人怎么能带着伤工作，多让人心疼啊！来，我给你处理一下。这么严重？你们老板也太没人性了，员工的人身安全保障呢？
他竟把姑当成风月场所的灵儿。这是我母亲特制的止血膏，比你们这个时代的金疮药好用多了。给你用，算你赚了。好完美的胸肌，不小心摸一下，不算过分吧？你做什么？糟糕，被抓包了。我不小心碰到而已，大惊小怪。再说了，我付钱的，摸一下又怎么了？知不知道你在玩火？我玩什么火？我正规消费。你服务态度这么差，小心我投诉你。投诉？看来你真的很不满意啊。也罢，那我今天就破一回例，和你共度春宵如何？等等，我突然想起来家里煤气，不是我娘喊我回家吃饭了。今天先到这儿，下次再约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脸这么红？没事，里面太热了。走走，回家回家。穆小姐，请留步。你谁啊？东宫护卫秦安。太子的人怎么会在这儿？难道我点眸子哥的事这么快就被未婚夫给知道了？秦护卫，巧了不是？你也来这儿消费吗？今日下元节，宫中设了家宴，属下奉太子之命来请穆小姐出席宫宴。不是来抓奸的？还好，吓死我了。宫宴啊，好的，我一定准时到。多谢秦护卫传话。腿都坐麻了，皇帝皇后怎么还不来？还有今天太子这是什么眼神啊？他这是吃席还是要吃人？见过太子表哥，许久不见，表哥一切可还安好？姑很好，朱颜郡主有心了。这位便是穆家姐姐吧？果然是气质独特。我记得这位朱颜郡主是周皇后的外甥女，怎么一上来就阴阳怪气的？难道宫斗预备组这么快就登场了？心累。郡主过奖，大家都是这么夸我的，什么烛光宝气贵不可言，我耳朵都快听出茧子了。我没在夸她，她是听不懂人话吗？穆姐姐这是第一次入宫吧？不必紧张，规矩虽多，但跟着学便是了。毕竟日后若真入了东宫，这些可要时时遵守。救命啊！不争气的肚子，早不叫晚不叫，丢人丢到皇宫里来了。父皇母后稍后就到，若是饿了，桌上这些可以先垫一垫。真的，谢谢殿下。天大地大，吃饭最大。先喝口老鸭汤暖暖胃。皇后娘娘来了，好机会。看我不烫死这粗鄙的商贾之女，让她落个殿前失仪之罪。太子表哥，妍儿也帮你盛碗汤吧。我的手，郡主，怎么回事？何故喧哗？皇后娘娘，您可要为我做主啊！穆姐姐她竟用热汤泼我，您看我的手。穆家小姐可有此事？回娘娘，绝无此事。臣女与郡主初次见面，无冤无仇，为何要伤她？怎会无冤无仇？你肯定是知道我要当太子侧妃了，你怕我分走表哥的宠爱，所以先下手为强。什么？我都还没进门呢，他侧妃就预定好了？好你个浓眉大眼的陆承业，难道也要坐享其人之福？这事我并不知情。母后明鉴，儿臣从未有过纳郡主为侧妃的打算。妍儿前几日确实求过本宫与你父皇，说他对你一片痴心，甘愿以郡主之尊入东宫为侧妃陪伴在内，身在身的。母后，儿臣与穆小姐婚约已定，并没有纳侧妃之念，姑会亲自去请父皇收回成命。此事我们还并未应允，陛下与本宫觉得妍儿是小孩子心气，此事还需从长计议。原本还打算今日宴后与你细说一番，看看你的意思，不想他口无遮拦，是本宫管教不严了。太子表哥，你怎能如此对我？定是他擅妒挑唆，容不下我，所以今日一见面就要用热汤毁我容貌。好家伙，恶人先告状，姐妹真是演技派啊！
郡主这话我可就听不明白了。第一，我与太子殿下早有婚约，名正言顺。郡主口中的侧妃之说，殿下刚才已言明他不知情。那我问你，我又怎么可能会得知？这容不下从何谈起。第二，你说我善妒狠毒，用汤泼你。刚才我好端端坐着喝汤，是你主动过来说要为太子盛汤，怎么您自己没站稳，汤碗脱手，倒成了我泼你？你强词夺理，若非你突然动作，我怎会失手？你就是故意的。我有什么动作？我是站起来撞你了，还是伸手推你了？我不过是在自己的席位上端起太子殿下允我暖胃的汤碗而已。难道太子赐汤，我连喝一口都算得上是突然动作，会惊扰到尊贵的郡主？口齿伶俐，他倒是吃不了一点亏。原本只是拗不过言儿的渴求，想成其好事，顺便在东宫安插一个自己人。没想到太子态度如此坚决，更没想到这穆朝超也不是个好对付的。郡主一再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我，于大殿之上哭闹不休，损坏的恐怕不仅是你的仪态，更是皇后娘娘的颜。这话他倒没说错，妍儿是本宫的外甥女，如此胡搅蛮缠，会让人以为本宫治下不严，偏袒亲属。够了，妍儿，今日之事本宫已经清楚，是你行事毛躁，险些殃及他人，又言语失当。穆小姐句句在理，你却不知悔改，都是本宫平日太骄纵了你。你回自己的宫殿去，好好反省。等手好了，再抄写女诫百遍，带下去。穆小姐受惊了，以后本宫会好好管教妍儿。宫斗初体验险胜。皇上驾到，参见陛下。老皇帝来了，这宫宴算是正式开始了吧？哎，等等，周岩怎么也在？看这架势，情况不对劲啊！都平身吧，不必拘礼。今日下元节，朕特设家宴，与朕的皇子公主们共聚天伦。尤其是妍儿，你刚回宫不久，正好借此机会与兄弟姐妹们熟络熟络。儿臣多谢父皇恩典，能重回父皇身边，已是儿臣此生最大的福分。陛下，臣妾有一事正要禀报。六皇子刚归宗，身边没个依靠，臣妾膝下空虚多年，又刚巧与他的生母同姓，所以想着认六皇子为养子。不知陛下您以为如何？什么？周岩都快被我整得名声扫地，还能抱上大腿，这男主光环也无敌了吧？妍儿，你怎么说？儿臣自幼失去母亲，能得皇后娘娘垂爱，实在是三生有幸。往后儿臣定当孝顺娘娘，听从教导，不负这份母子之情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朕便准了。从今日起，妍儿就是皇后养子，入玉牒记载。谢父皇隆恩，恭喜六弟得母后青睐。六弟刚回宫便有如此福缘，真是羡煞旁人啊！三哥五哥客气了，日后还要有劳诸位兄长多多关照。皇后这是想干嘛？拉拢周岩制衡太子？有了周家撑腰，周岩这是要起飞啊！合着我之前费那么大劲儿，就打压了他几天，这可不行。妍儿，朕听闻你诗词造诣不浅，今日家宴，不如即兴赋诗一首，让朕和你兄弟们欣赏欣赏。儿臣愿献丑，作一首盛世颂，祝我大齐国泰民安。金秋明月照宫闱，玉露金风拂翠微。盛世承平歌万载，天家骨肉共光辉。好诗，六弟果然才情过人。这盛世颂意境悠远，词藻华美，实在难得。陛下，您看妍儿果然没让人失望。不错不错，妍儿这诗甚合朕意，颇有气象。只是你表现不佳的那些小事，还有外面的风言风语，朕便既往不咎了。父皇过奖了，儿臣不过是班门弄斧，离校大方。我倒是时常听闻太子殿下文武双全，不知对诗词可有研究，不如也做一首，让臣弟开开眼界。六弟过誉了，孤对诗词歌业只是略知轻薄，登不得大雅之堂。今日是六弟的好日子，孤就不献丑了。什么情况？太子居然避其锋芒，以他的人设不应该啊！如今看来早已投靠了皇后，倒是选了个好靠山。孤就看看你们想做什么。我懂了，他是故意藏拙。周岩现在风头正盛，太子若当众压他一头，反而显得咄咄逼人，落人话柄，好深的心思。孤这未婚妻还真是个妙人，看得透，猜得透，想得透。有他在，这宫里的生活也不无趣了。原来太子殿下不善此道，倒是可惜了。那穆小姐呢？可是有什么高见？穆昭昭一向不通文墨，这次在父皇面前亮相，我定要彻底碾压东宫。
让他后悔不选择我。端王殿下说笑了，我哪懂什么诗词。哦，本王还以为穆小姐与太子殿下心意相通，太子深藏不露，穆小姐应当也非等闲之辈。若对本王的诗有什么见解，不妨直言。话里带刺，激将法，暗讽陆成仪藏头露尾，连带着我也被他看扁了。不行，我可咽不下这口气，谁允许他如此嚣张的？既然端王非要小女评评，那我就斗胆说两句。殿下这首诗词藻确实华丽，意境也算开阔，只是什么？只是华而不实，徒有其表，通篇皆是赞颂之词，却无半分真情实感，看似写尽盛世，实则对民生疾苦一字未提。你一个深闺女子，懂什么诗词恶赋？不过是信口开河，嘴上头头是道，实则连一句完整的诗都做不出来吧？哼，谁说我不会？哦，穆家丫头还会作诗，朕倒是小瞧你了。陛下谬赞，小女不敢多会作诗，只是略知一二。毕竟9年义务教育可不是白上的，背诵也够用了。好，朕就试试穆小姐的才学。今日恰逢下元节，便以节日为主题，你与妍儿现场作诗，比试一番如何？儿臣遵旨，父皇放心，儿臣定不会让您失望。小女遵旨。既然端王殿下还在构思，那臣女就先献丑了。第一首写重阳，9月9日，忆山东兄弟，独在异乡为异客。每逢佳节倍思亲，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短短4句，却道尽游子思乡之情，好诗啊！妙，实在是妙。不错不错，此诗情真意切，堪称佳作。穆丫头，还有吗？小女还有第2首，写中秋。10月15日观月，黄楼席上赐韵。中秋天气未应疏，不用红纱照作菊。山上白云横匹素，水中明月卧浮屠。未乘短道还三峡，已约轻舟泛五湖。未问登临好风景，明年还忆使君舞。这句水中明月卧浮屠实在精妙。怎么可能？穆昭昭写得出这样水平的诗来？端王殿下写的如何了？我这还有第3首，要听吗？你若有，便念出来。好，第3首写元宵。青玉案元夕，东风夜放花千树，更吹落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，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一夜鱼龙舞。蛾儿雪柳黄金缕，笑语盈盈暗香去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好一个众里寻他千百步，此作堪称千古绝唱。穆小姐大才，我等自愧不如。朕今日算是开了眼界了。穆丫头，你这诗写的一首比一首精彩。妍儿，你写的怎么样了？儿臣认输。穆小姐才学过人，本王甘拜下风。端王承让了。小样，跟我斗！这小骗子总能让古意外。太子有如此才学兼备的太子妃，你可要好生珍惜呀。儿臣定当珍视昭昭，与他休戚与共，白头相守。这个陆成业还挺会说话，只不过他这眼神怎么怪怪的，让人莫名感觉心跳加速。朕甚是喜欢穆家丫头，她即将入主东宫，有些礼仪与后妃典范也要开始研习了。这样吧，即日起便将穆丫头留在宫中备婚，由皇后亲自教导。届时她和太子的婚礼当隆重举办。你别担心，一切有我在。那殿下可要天天来看我，不然我一个人被欺负了怎么办？你不欺负别人就不错了，谁敢欺负你？哼！好，好，好，朕今日高兴。来人，倒酒。穆昭昭、陆成义，今日之辱，本王定要百倍奉还。穆小姐，今日陛下又赏了您东海珍珠，皇后娘娘赐了云锦，还有太子殿下送的白玉簪，奴婢们都帮您收到了房间里。不错不错，你们细心，这些东西回头送你们几样玩玩。
这宫里的生活也太滋润了，每天就是吃喝玩乐收礼物，还有人贴身伺候。早知道这么爽，我就早点来了。姨母，你看她，什么好东西都有了，一个商户之女，她凭什么？我不甘心！本宫何尝不想帮你，可太子心意已决，如今连陛下都认可了穆昭昭，此事并非本宫一人能左右。姨母，您再想想办法，只要能让我留在太子身边，做什么我都愿意。本宫能做的都做了，剩下的只能看太子自己。若你能让他主动开口要你，本宫会帮你向陛下求情。谢姨母提点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穆昭昭，你别得意的太早，太子表哥心里未必就有你。哎呦，宫斗预备役又来找我拌嘴了，这都第几回了？我劝你还是省省力气吧。就是现在，只要让太子表哥看到他推我入水，表哥定会心疼我，说不定还会厌弃他。穆姐姐为什么非要和我过不去？你就这么容不下我吗？又是这种低级套路，想装作被我推下水博同情，当我是傻子啊？你是不是想先激怒我，想假装被我推下水，来个栽赃陷害？可惜郡主这演技太浮夸了，跟我玩这招还嫩了点儿。你胡说，快放手！不放，你不是要演戏吗？我就陪你演个够。穆昭昭，你……没错，我就是乐善好施，见义勇为，你别客气。不好，小心！我去，这出剧情是躲不过去的吗？这样还能出法？穆小姐落水了！朱颜郡主，快来人啊！原剧情里每一次落水后，必是周颜来救。不行，我绝对不能让他碰我，太膈应了。是太子，太好了！穆昭昭，你简直不知廉耻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做出这种事！这话从何说起？他是我未婚夫，我的人我想亲就亲，碍着你什么事了？来人，方才的冷箭是从假山后射出的，给姑去搜刺客，务必将之就地正法。是，殿下。你干嘛？浑身都湿透了，想染病不成？姑带你去更衣。六弟，朱颜郡主就交给你了。别走，今天又是刺杀又是落水的，我害怕。好，姑就在屏风外，不走远。好啦，太子殿下还会伺候人？不会，但也不想看你顶着一头水出去丢姑的脸。突然之间凶什么凶啊？我不是要凶你，只是想到宫中情况复杂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哦，好。等一下，你怎么会知道我在想什么？看你表情猜的。是吗？可我怎么总有一种心思被他看穿了的错觉呢？难道不能让他细想下去了？对了，姑还有件事要告诉你，今日穆家已经在户部挂了职。父皇下旨，让穆家负责今年的军需物资筹备。什么军需物资？小说里，穆家在筹备军需物资时，被二房的人陷害，混入了大量次品，导致最终获罪。殿下，我要立刻出宫一趟。现在恐怕不行，父皇让你留在宫中备婚，擅自出宫是抗旨，更何况你没有出宫令牌，守卫不会放心。有什么事可以交给我代办。不行，只有我自己弄得明白，来不及解释了，你帮帮我好不好？只要你帮我这一次，往后我什么都听你的，求求你了。什么都听姑的。对，我保证。
罢了，你就扮成东宫的小太监，跟着我混出去。殿下你真好。参见太子殿下。姑要出去一趟。殿下请。殿下，这是姑的新随从，不必多问。跟紧姑。遵命。太子殿下和穆小姐这是玩的哪一出啊？宫里生活还不够刺激，要乔装打扮出门偷偷幽会？快把这些上等棉衣都运走，换成咱们积压的次品货。动作麻利点，别让人发现了。爹，大伯父和大伯母霸着穆家主业这么多年，也该轮到我们二房出头了。等这批军需出了事，看他们还怎么得意。宁宁说的对，等大房倒了台，为父再联合端王殿下运作一番，到时穆家家产就都是咱们的了。我看谁敢动我家的东西！老二，你胆子可真是不小啊，竟敢吃里扒外，还想让我们背锅！我说你们二房最近怎么突然积极管起事情来？原来是想在背后搞鬼。大哥大嫂，你们怎么会在这儿？误会，这都是误会，你们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解释？人赃并获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大哥，我错了，我一时糊涂，鬼迷心窍啊，都怪宁宁这丫头撺掇我。爹，你怎么这么轻易就害怕了？是大房先对我不仁，竟然害我被衙门关了整整2天。那是你害昭昭在先，既然不知悔改，那就再交给官府严办。大嫂饶命啊！大哥，咱们可是亲兄弟，你可不能如此绝情。等等，爸妈，先别报官。昭昭，他们都做出这种事情了，难道你还想饶过？这种人根本不值得同情。今日饶了他们，日后他们还会再犯。饶过是不可能的，只是现在报官未免太便宜他们了。既然有人想算计这批物资，报官不就打草惊蛇，让对方有了防备？不如我们将计就计，让幕后的人以为自己已经得逞。引蛇出洞，好主意。闺女这脑子随我，聪明。明明是随我。穆昭昭，你别得意。这个放这边。这边规制好了。总算整理妥当了。昭昭，你确定还会有人来吗？当然，按原书剧情，利用二房设下调换物资这一计的人，必定会派人来探查情况。我们就在这儿守株待兔。动手！紫月姑娘，别来无恙啊！我想你应该是替周岩前来的吧？什么？难道设计我们的人竟是周岩那小子？此厮真是心思歹毒，防不胜防啊！你是穆公子，不对，现在应该叫穆小姐。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了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杀你倒也不至于，我只是想问问，当日在春风楼，我与周岩约救了你，为何你偏偏选择投靠周岩，助纣为虐，害我穆家？我欠了他人情，不得不为他暂时，但我确实没想到小姐就是任务目标，不是有意要辜负恩情。紫月姑娘，我问你这话，并不是要逼迫你选一个人站队，只是想告诉你，周岩此人自私凉薄，心狠手辣，根本不值得你为他卖命。待他功成名就，首先舍弃的就是你这样的棋子。我何尝不知？可我一介风尘女子，身不由己，别无他法。不是这样的，你重情义，明事理，不该被任何事物所困。如果你愿意，我穆家可以给你一个容身之处，以后你不必去做昧良心的事。穆小姐此话当真？我发誓，千真万确。紫月愿弃暗投明追随小姐，若为此事，天诛地灭。你能想通就好，快起来，从今往后咱们便是朋友了。
呦，穆公子又来照顾生意啦！上次您可是大出风头，我特意给您留了雅间，楼上请。老板娘客气了，我今天来是为紫月姑娘赎身的，这是赎身银子，一点点够不够？够够够！公子真是爽快人啊！我这就让人去取卖身契。来人，快去取紫月姑娘的卖身契！公子大恩，紫月此生无以为报。不用见外。老板娘，我还有件事问你。公子请说，你们楼里是不是有个身段极好、宽肩窄腰、冷着脸不爱说话、胸口还受了伤的男灵？上次我来见过，今日想把他一并赎了。你把人叫出来我看看。冷脸男灵，我这有这号人吗？肯定有啊，我记得很清楚。要不你把所有灵人都叫出来，我自己找。是，我这就去叫。公子您上楼去等吧，也让紫月收拾收拾东西，好跟您回去。不对，都不对，没有他的半分气质，这脸这身材都差远了。要不公子具体说说他长什么样，我帮您传下去寻寻。我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，上次忘记揭开面纱看看了。殿下，我有要事禀报。何事慌张？难道昭昭出事了？没有，是穆小姐去了春花楼，还把楼里所有的男灵都点了一遍。你说什么？好个穆昭昭，亏姑还想着去接你，你就那么迫不及待要红杏出墙？立刻去春花楼！不知道长什么样，这就难办了。有没有可能公子上次喝醉了，产生了幻觉？不可能，那胸肌，那手感就是真的。难不成是老板娘藏私，怕我挖走你的摇钱树？别藏着掖着，把所有男人都给我叫来！所有男人？难道这穆公子是个断袖？今天非要找到他的小情郎不可！是你？我就知道你在这儿，可算舍得出现了。你还真是好兴致，大半夜来这儿做什么？当然是来找你。上次我喝醉了，多有冒犯，心里一直过意不去，所以为了赔罪，我给你赎身。他只是想赔罪，不是朝三暮四。那你倒是说说，赎了我意欲何为？这还用说吗？你能跟着穆公子，那可是享福了。以后好好当个男宠。不是，我不是要男宠，你别误会。只不过想着遇上了就是有缘，能帮一把是一把。不必了。啊？为什么？我不是这里的人，不需要赎身。天色不早了，你该回去了。对啊，这么晚宫门都关了，我还怎么回去啊？你做什么？你都特意来找我了，我总得送你一程，才对得起你这份心意吧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轻功吗？也太刺激了吧！到了，脸怎么这么红？没事。不对啊，你怎么知道我是要回皇宫？你刚才自己说的，这么快就忘了？啊，这样吗？好吧，那个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总不能一直叫你薇吧？想知道，下次再告诉你。你这人怎么这样？为什么我心跳那么快？不会是被美色所惑吧？不行，稳住啊，穆昭昭！在这种故事里最不能碰感情，小心连带着全家一起翻车。父皇，儿臣有事启奏。讲。我要弹劾皇商穆氏，借筹备军序之名，中饱私囊，以次充好。如若此物资若发往边关，岂不是要动摇军心，误我大旗？什么？穆家竟敢如此胆大妄为，这可是杀头的大罪呀！
六弟此言可有证据？穆家乃一国首富，岂会在这等大事上自毁长城？太子殿下有所不知，穆家虽富，却贪得无厌，为了谋取更多利润，这才以次充好中饱私囊。儿臣有人证物证，请父皇明察。竟有此事，传穆家人上殿。草民参见陛下。穆青，朕不久前才给你在朝廷挂了职，就有人指认你穆家在军需物资中以次充好，可有此事？什么？这绝无可能！每一批物资都是草民亲自督办，经过严格检验的，还请陛下明察，还我穆家一个清白呀！穆员外，事到如今还敢狡辩？本王已经查得清清楚楚，你家仓库里堆满了次品，要不要本王带人去搜查一番？昭昭说的没错，这厮果然要找机会发难，考验演技的时刻到了。陛下明鉴，草民冤枉啊！穆家的物资绝对没有问题，草民对天起誓。父皇，儿臣愿意带人去穆家仓库搜查，以正视听。太子，你怎么看？儿臣以为，既然六弟如此笃定，不如就去搜查一番。但为防栽赃陷害，还望父皇派人前往，以示公平。好，就依太子所言，来人，替朕前去搜查，务必秉公办理。奴才遵旨。昨日穆家二房已经动手，又有紫月确认汇报，穆昭昭，这次你就要栽在我手里了。奴才带来了一些穆家的物资，请陛下查验。就让本王亲自给诸位看看这些残废品。这不可能！端王不是说物资有问题，我看着怎么都是上等货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王爷，您看，草民就说嘛，穆家不可能做那种缺德事。哎，可惜你不相信。你们耍我！端王，方才你不是还信誓旦旦吗？你可知罪？父皇息怒，儿臣是被人蒙蔽了，并非有意诬告。被你身为亲王，未经查实就敢在朝堂之上公然指控，让朕的脸面往哪儿搁？让穆家如何自处？父皇息怒，六弟初入朝堂，经验不足，被人蒙蔽也在所难免。只是此事影响恶劣，若不加以惩戒，恐难服众。太子说得对，即日起，端王回封地去好好反思，没有朕的召唤，不得回京。父皇，求父皇收回成命，儿臣知错了。退朝。母后，儿臣这次被人陷害，丢了封地，失了圣心，求母后为儿臣做主啊！本宫已经听说了，你在朝堂上弹劾穆家，结果反被将了一军。陛下让你回封地反思，这已经是轻饶了。本宫不管你与穆家有何恩怨，如今陛下正在气头上，你若再闹下去，只会更加被动。那母后的意思是让儿臣就此认输？认输倒也不必，只是你需要一个助理。母后指的是？本宫的外甥女朱颜郡主出身高贵，上回你又救过她一次。若我将她许配给家，自会全力助你重返朝堂。朱颜，那丫头对太子痴心一片，如今却要许配给我。不过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亏。多谢母后，儿臣愿意。郡主，您别哭了，小心伤了眼睛。滚！都给我滚！喂，你没事吧？穆昭昭，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？我哪有那么闲？你哭成这样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姨母娘娘要把我许配给端王。什么？朱颜要嫁给周颜了？这不是最后期的剧情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发生了？那个，你也别太难过了，说不定事情还有转机呢。转机？少在这惺惺作态，你肯定想偷笑吧？我不能再缠着太子表哥了，你肯定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我是那种人吗？我只是觉得什么？我活该，可悲！我不需要你的怜悯。在想什么？太子殿下，你怎么来了？来看看你，你好像不高兴。我问你个问题，如果有些事情你知道会朝着坏的方向发展，会不会去阻止？就如同陆成义的最终结局，
我能眼睁睁看着他走向死亡吗？他心里的事与我有关，原来在他所知的未来里，姑会死。那要看我想不想和值不值。昭昭，我也有问题要问你，你对我可曾有过想法？想法？什么想法？你我的婚约，你是真心愿意，还是只为避开端王？他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阿弥陀佛，糊弄过去再说。反正只要我伪装的好，聂文剧情就追不上我。殿下，你可是太子，国之储君，英明神武，俊朗无双，我当然是真心愿意。别背你那套奉承话了，姑有信心，最后你会心甘情愿选择姑的。殿下这是说的哪里话？我怎么都听不懂呢？坏了，他好像有点太敏锐了，还是少聊我们之间的话题为好。对了，我有件事想求你帮忙，关于朱颜郡主，她就要被皇后许配给周延了，殿下知道吗？听人提起过。那殿下打算袖手旁观吗？朱颜对你痴心一片，你真忍心看她嫁给周延那种人？你倒是好心，他不止一次针对你，难道你还想帮他？那不一样，她针对我是因为喜欢你，虽然方式不对，但也不算十恶不赦的大罪。可如果嫁给周延，她这辈子就完了。不如我们帮她逃婚吧。逃婚？你可知这意味着什么？当然知道，朱颜郡主留在京城，就是皇后和周延的棋子，会成为对付我们的工具。但她还有在边疆手握大权的兄长，完全可以远离是非之地，前去投奔。殿下，帮帮他嘛，求你了。罢了，姑可以安排，但你至少得去说服朱颜，看他是否愿意听从安排，否则我们做再多也是白费。没问题。穆昭昭，你来做什么？来帮你的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不想嫁给周延？我可以帮你离开京城，逃了这门婚事。你说什么？你想让我抗旨？不，皇后还没下旨呢，更别说陛下对此事也不置可否。你就得趁着这个时机赶紧行动，否则等到嫁给周延，你就真的完蛋了。我知道，可姨母已经做了决定，所以快去找你兄长。皇后再生气，也不可能追到边疆去问责。我帮你出城，通关文牒和银票都准备好了。为什么要帮我？明明我之前一直故意针对你。你是挺讨厌，但大家都是女孩子，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跳火坑。对不起，穆昭昭，之前是我不对，我太蠢了，谢谢你。行了行了，快走吧。昭昭，太子表哥，大恩不言谢，这份情我记住了。路上小心，往后好好在边疆生活。再见。总算又办成了一件好事。你对旁人倒是上心，为了他把姑都拖下水，还得姑开放东宫供人出入。谁让太子殿下最靠谱呢？这下端王没了助力，就更翻不起风浪了，对我们都有好处嘛。你啊，倒是把什么都算得明明白白。不过想想六弟知道后的反应，也算件趣事。什么叫不见了？妍儿一个大活人，怎么可能说不见就不见？而且偏偏是在这个给他订婚的节骨眼上。回娘娘，奴婢们找遍了整个皇宫，确实没见着郡主啊。母后，定是有人从中作梗，不想让咱们成事。整个皇宫有这种能耐的只有太子，他胆子倒是越来越大，彻底不装低调谨慎了。母后，朱颜是您的外甥女，她被人私自带走，咱们绝不能善罢甘休啊！事已至此，我们没了翻盘的筹码，只怕你不得不去封地了。传陛下的口谕，请端王立刻动身前往封地。儿臣遵命。周延终于滚出京城了，我的好日子这不就来了？穆小姐，不好了，太子被陛下问罪了。什么？太子近来边关屡遭北蛮骚扰，我军兵器陈旧，不堪大用。此前朕让你拿出改良边防武器之策，造出能克敌制胜的新兵器，你做得如何了？回父皇，儿臣并不通晓兵器锻造之术，实在无法担此重任，还请父皇另择贤能。放肆！朕给你机会为朝廷分忧，你竟敢抗旨！陆承业，你眼里还有朕，还有朝廷法度吗？儿臣确无此能，不敢欺瞒父皇，更不敢拿边关数十万将士的性命儿戏。好一个不敢！我
看你分明是心存异念，故意推诿。太子目无君父，鞭子20，立刻行刑！都看看违逆朕是什么下场！看来父皇已经失去试探耐心，要逼迫我直接交出母后的东西了。陆成义，你怎么来了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管我怎么来？老皇帝为什么对你下这么重的手？他疯了吗？没事，一点皮外伤，吓到你了。都伤成这样了，还说不碍事，你当我瞎吗？殿下的伤还在渗血，得赶紧上药。我来帮忙，秦侍卫，麻烦你去打盆热水。疼你就说一声，我会轻点。不疼。骗人！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能告诉我吗？10年前，我母后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她在世时总是说很多奇怪的话。她说这个世界之外有能飞上天的铁鸟，还有能千里传音的匣子。父皇说母后是病重糊涂了，可这么多年，他却一直在探寻关于母后的一切。你是说先皇后她是个穿越女？陛下传旨，宣穆小姐即刻前往御书房见驾。陛下，穆小姐带到。小女参见陛下。起来吧。老皇帝突然召见我做什么？总感觉没啥好事。穆丫头，朕问你，你那天在宫宴上作的诗是从哪儿学来的？回陛下，臣女自幼读书，略通文墨。朕看不像，那些诗与朕的先皇后当年所作风格如出一辙。我去，果然每一位穿越人士都爱炫诗，经典桥段真是承不起我啊！先皇后念叨过什么穿越，还有什么现代科技？穆丫头，你和她应该是来自同一个地方吧？陛下说笑了，小女完全听不懂。朕有的是办法让你听懂，快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朕。电力怎么来？火药如何改良？还有什么飞机大炮？朕要你通通都给我造出来！啊，我吗？对，先皇后说过，这些东西在她的世界里很普通，可若放在我大秦，便是足以改天换地的神物。你造出来，朕保你穆家世代荣华；若是不能，你穆家上下就等着给先皇后陪葬吧。给你1个月时间，若拿不出东西来，朕先拿你父母开刀。原来当初老皇帝留我在宫中备婚，就是为了扣下我，我中计了。怎么样？经过这一天的思考，你可想清楚了？画的什么？拿给我看。这老皇帝怕不是疯了？我连个灯泡都不会做，这不是要我命吗？小女愿意为陛下造物，只是那些神器并非凭空就能变出来的，在此之前需要严谨的推演、精密的计算，更需要专门的场地和材料做实验啊。这好说，你要什么材料，列个单子，朕让人去收集。至于场地，皇陵附近有处别院，僻静开阔，适合你做事。行吧，皇陵那地方虽然与世隔绝，但只要能出宫，就有机会想讨路了。见过穆小姐，朕要尽快见到成果，否则别怪朕对你不客气。一硝2硫3木炭，点火炸！此时不跑，更待何时？穆昭昭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谋害朕！误会，纯属意外。这科学探索就是要付出代价的嘛。意外？朕看你分明是故意的，那朕也让你付出点代价。来人，给朕砍了他的双脚！朕看他还怎么跑！什么？砍脚？别！我知道错了。认错也晚了，得让你记住教训。动手！救命！救命啊！
父皇，儿臣来接自己的未婚妻了。陆承业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带兵闯到这里来，是要造反吗？儿臣不敢。父皇为了一己私欲，威逼利诱太子妃，甚至要对她动用酷刑，这样的人不配为君。反了，真是反了！朕是皇帝，这天下都是朕的。来人，把这逆子给朕拿下，格杀勿论。穆小姐，快到殿下身边去。退后！哈哈哈哈哈！太子，你以为凭这点人手就能和朕抗衡吗？今天朕就除掉你这逆子！我去，这是冲锋枪！逆天啊！不错，这就是我母后留下的现代武器。陆承业，你这不孝子果然一直藏着掖着，快把那东西给朕！父皇找了那么久，我该让您见识见识他的威力。世上竟有这般厉害的火器！先王后他果真没有骗我。父皇，最初因为你的贪婪逼走了母后，后来你又为了这所谓神器苛待儿臣，如今你该偿还了。叶儿，你别冲动，朕放了穆昭昭，朕不逼你们了。即日起，太子殿下暂代国政，总揽朝纲。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，千岁千岁千千岁。这是直接夺权了。登基大典就在10天之后，到时他就是名正言顺的新帝。我要是再不开口，以后岂不是更难？你在我面前转了一上午了，有什么话直接说吧。殿下，我想跟你谈谈婚约的事。你看啊，现在一切都太平了，咱们这婚事可不可以商量商量就算了呢？你想解除婚约？我知道这个请求很突然，但是你将来后宫佳丽3000，什么样的女子找不到？我这个人散漫惯了，实在不适合待在宫里。说完了，那轮到姑说了。首先，姑不打算选秀，更没有什么后宫佳丽3000。这门婚事是母后在世时亲自为姑定下的。母后和你都来自另一个世界，我相信这不是巧合，而是命中注定的缘分。所以你对我好，是因为先皇后？一开始是，但后来，穆昭昭，你觉得姑为什么去皇陵救你？为什么帮你放走朱颜？为什么由着你胡来？为什么？当然是因为姑喜欢你。告白？他居然跟我告白了！所以，跟我在一起好吗？我考虑下。怎么了，闺女？好不容易才从宫里回来，怎么这副表情？难道太子他欺负你了？唉，说来话长，爸妈，太子马上就要当皇帝了，我嫁给他就得困在后宫里，那和坐牢有什么区别？再说这可是本虐文，谁知道男人会不会突然变卦？我可不想落得原主那种下场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我觉得太子对你是真心的。在你受困黄莲，咱们全家被老皇帝威胁时，是他带着人来解救了我们。不过你要是真不想嫁，爸妈肯定是站在你这边的。没错，大不了我们卷铺盖跑路，找个隐居地，照样过日子。我先好好想想吧。凭什么他说喜欢我就要嫁，把人家心弄得乱乱的？穆公子，你喝多了？没，我没醉。你去把那个南陵叫来，我要找他聊天。他也不是我们这儿的人，我上哪儿找去？又来这儿做什么？我就知道你一定在这儿。来，陪我喝酒。我跟你说，我遇大麻烦了。什么麻烦？姑倒要听听你在犹豫什么。我不想嫁人，只想当个咸鱼富婆，每天吃喝玩乐，带我爸妈环游世界，而不是勾心斗角看人脸色。你说他是不是也想把我骗进宫关起来？我只想要自由啊！那你喜欢他吗？我不知道，他靠近我时我会心跳加速，
可是这算喜欢吗？小傻子，当然算。可我不能嫁给他，更不敢嫁，因为我怕原著里所有对我好的人最后都没有好下场。我怕万一我动了真心，老天又跟我开玩笑。我不想连累他，更不想连累父母。那你想如何？我想让他放了我，解除婚约，放我自由。我想安稳稳的日子。姑喜欢你，所以姑成全你。头好痛，我这是在哪儿？小姐，小姐，终于找到您了，出大事了！怎么了？这么慌张？小姐，太子殿下他同意退婚了。今天一早的消息，太子解除了婚约，还下旨保咱们穆家百年荣华，永不加负。你说什么？原来那个南陵就是陆成义，我居然当着他的面把所有心里话都说出来了。小姐，还有个坏消息。那个周岩打着秦王的名义，带着封地的兵马杀进皇城了。现在城里已经大乱，老爷和夫人急坏了，正收拾东西等着您一起出逃呢。不行，他不能死，我要去救他。小谭，你回去告诉我爹娘，让他们先走，找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小姐，小姐，陆成义，你可千万别出事。周岩这个疯子，这次到底杀了多少人？陆成义，没想到吧？你夺了父皇的权，却忘了还有我黄雀在后。现在放下武器，跪地投降，我还能留你一个全尸。就凭你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已经撑不住了。陆成义，小心！受死！你。昭昭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说呢？你这骗子，套路完我的真心话，还不许我来兴师问罪了？今天无论生死，我陪你一起扛。穆昭昭，你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！今天我就让你们两个一起下黄泉！跟紧我。陆成业，这次你怎么不用那把冲锋枪了？有神器在手，这些叛军根本不算个事。周岩提前探知了神器的存在，派奸细毁坏了枪械，但你别怕，有姑在。殿下有令，杀无赦！拿下！放开我！陆成业，我可是你亲弟弟，你不能杀我！你起兵造反的时候就应该想到结局。拿着刀是想来帮姑打架，明知道这里是龙潭虎穴，还敢闯进来，你是不是傻？我只是不想看着你落难，毕竟你之前帮了我那么多次，我总得还了人情，才不要告诉他我有多担心他。是吗？小骗子，明明就在一姑还不承认，我听到你心里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既然回来了，姑就不会再放手了，留在姑身边，好吗？我可以留下，但有条件。你说。以后我想出宫就出宫，想回家就回家，你不许拦我，更不许派人跟着我。就这？还有，我不参与宫斗，那些什么妃子孩子的破事别来找我。姑说了，不选秀，没有后宫，只有你一个人。那还差不多。陆成言，你要是敢辜负我，我就把你的江山夺过来，自己当女皇。好，你当女皇，我当皇夫。你怎么会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？难道你偷听我心声？从你第一次穿越来时我就发现了，但我不是故意的。
现在咱们都要成亲了，夫妻一体，我不好再瞒着你。不行，你不许再偷听了。好，好，好。明天就要大婚了，明明之前还一心想跑路，怎么稀里糊涂走到这一步了？难道这就是婚前恐惧症？只要听从自己的内心，就不会纠结了。你是谁啊？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我家？别紧张，我不是坏人，我这身装扮应该看得出来吧？咱们都是穿越者。我叫钟雪，是陆承业的母亲。什么？你是先皇后？可你不是去世？不，当初我心灰意冷后，选择穿回了现代。感应到义儿要大婚了，所以我特意赶回来看看。虽然我在那个世界，但冥冥之中总有一种联系，让我能感知到这边发生的事情。所以您是跨越时空来参加婚礼的，厉害了！昭昭，明天就要大婚了，怎么还不睡？钟雪，小兰，好久不见。当年就什么时空理论，突然就不见了，连句话都没给我留，还有没有把我当闺蜜呀？我也没想到你们会一起进入我的实验项目，幸好当年留了后手，替咱们的孩子指了婚。妈，你们认识？这就是你常说的那个闺蜜？这世界也太小了吧！昭昭，我猜你肯定睡不着，特意带了新出炉的糕点来。哦，义儿，你都长这么大了，真的是您回来了。让母后看看，眉眼像我，还高了这么多。如今能护住想护的人，母后为你骄傲。母后祝福你们白头偕老。义儿，你记住了，以后若敢变心让昭昭受一点委屈，我们可都不会放过你，听见了吗？听见没有？有人撑腰了，陆承业以后敢欺负你，不用写休书，直接把人送回来翻修。返修之前，先让他把翻墙的账结了。堂堂太子，有门不走，糕点倒护得比自己周全。门口礼数多，翻墙快，明日之后我便能光明正大来见。这理由勉强及格，糕点满分，先抵一半罪。这是我离开前唯一带走的东西。明日大婚，我未必能在这个时空停留太久，便让他替我陪着你们。母后放心，我此生绝无二心，若违此事，天诛地灭。陆承业，我们一定要很幸福。昭昭，我来接你。他今天帅的犯规，自己挑的男人，果然越看越顺眼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穆氏有女德才兼备，殊甚幸成，兹以册宝立为皇后，正位中宫。布告天下，贤使闻之，钦此。参见陛下万岁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千亲岁！凤冠20斤，裙摆3丈长。当皇后的第一道考题居然是别摔。别怕，今日不是你走皇位，是我下来接你。那你扶稳点，我要是在百官面前摔了，使出血3夜。不会让他少活2夜。时空波动怎么会在今天突然升高？你真好看。肉麻，又不是第一次见，今天才发现。从前见你穿常服男装，今日却是一身嫁衣，感觉自然不同。来，昭昭，与朕同饮这合卺酒。如今你已是帝王，我该怎么唤你？皇上陛下。叫夫君。夫君。昭昭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的妻子。
未来无论是朝堂风波，还是世间变数，我必护你一世周全。我信你，但不许骗我，不许欺负我。最重要的是不许藏私房钱。好，同意你。这剧情终于舍得发糖了，只要别再突然翻桌，我愿意先把这一刻存档。你笑什么？想到明日不用再翻墙。少装！你是不是又偷听了？最后一次，以后若再听见，先向夫人报备。先生还能报备？那你先签个保密契约。听见夸你的不许得意，听见骂你的不许记仇，听见我算私房钱更不许上交国库。前2条可以，最后1条需共同保管。刚成亲就惦记我的钱，帝王果然没有白白的。今夜没有风。昭昭，别信逆你醒来后看见的任何痕。夫君，再睡会儿。夫君，穆昭昭，睁眼看清楚我是谁。周岩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不是兵败被打入天牢了吗？穆昭昭，你忘了，我才是天命男主，区区天牢也配困住我？你怎么会知道自己的设定？意外吗？这就是天道修正之力。如今我已明白了一切，你和陆承义擅自篡改剧情，强行扭转既定宿命，早已违背天道轨迹，而现在一切都回到了正轨。穆昭昭，你注定是我的女人。大婚夺权，我抢来的安稳日子，全都不作数，敢耍我，去你的天道！昭昭，乖乖听话，还能多当几天皇后，否则朕让你连体面都留不住。你这毒妇！活该！烂黄瓜，自己在地上躺够吧！你还以为这是陆承义的坤宁宫？宫里每一道门，每一个人，如今都听朕的。你要真这么有底气，就不会一醒来先闯女人寝殿。天命男主混成采花贼，天道眼光挺审钱。牙尖嘴利救不了你。正门有疯子，窗外有刀阵，天道修正剧情，连逃生通道都一起修没了。小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来不及解释了，小谭，快，咱们立刻回幕府去找我爹娘。小姐，您是不是又犯糊涂了？幕府已经家破人亡，老爷夫人葬僧祸海，尸骨无存，咱们已经无家可归了。什么？天道修改的真彻底，看来我完全身处原来的故事线了。那陆承义呢？他现在怎么样了？陆承义早就死透了，连尸骨都没留下。陆承义逼宫谋反，被我斩于剑下。前太子及其党羽尽数伏诛。
这天下现在是我的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不信，凭什么你这种烂人能活着，他们却要被剧情抹杀？事到如今还敢骂我？穆昭昭，你真的不怕死吗？骂你都是轻的，你个丧门星！我看原主的气运就是被你给吸没了，狗东西，恩将仇报的白眼狼！你一次次羞辱我，今日我便新账旧账，亲手杀你泄愤！完了，这回连遗言都来不及写。爸妈，陆承义，我先去跟天道理论。这是什么？我是天命男主，我怎么会杀不了你？杀了他！立刻动手！陛下是让臣保护皇后娘娘，朕让你杀他！杀！都别动，我头晕，谁碰我，我可能当场想不开。果然，规则不止保我不被杀，还在强迫所有人避开能导致我自毁的动作。天道想要的是我自愿绝望，不是被别人推下去。你又在盘算什么？盘算你这男主光环。寿夫妇好像没有我的权。陛下，您方才说什么？我等听不真切啊。朕说杀了穆昭昭，你们都聋了吗？为何陛下的话我听不清楚？我也是，不知皇上与皇后娘娘这究竟是怎么了？我明白了，护卫们无法接收杀死我的命令。周岩有男主光环受天道庇护，我也有女主光环，别人没法直接杀我，因为根据原定结局，女主必须抑郁而终，自我毁会，这是剧情的底层逻辑。那还怕什么？你杀不了我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来，看看谁先撑不住。贱人，你敢！别白费力气，你我都是棋子，但棋子也能掀了棋盘。我爹娘和陆承义亦不会死，我更不会认命。天道留你一命，可不一定是为了让你舒服的活着，朕自有法子让你生不如死。来人，将坤宁宫上下彻底封定，没有朕的旨意，不许放他出来。你要把我打入冷宫？杀不了你，朕就关你一辈子，让这座深宫一点点吃掉你。坏了，岳文最阴的不是刀，是把人关起来，等着误会自己长腿跑进来。新婚第2天进冷宫，别人婚后磨合，我直接开启生存副本。小姐，他们封了宫门，连口热饭都不留，咱们可怎么办啊？别怕，只要我不认输、不内耗、不抑郁，就没人能把我们怎么样。我迟早能想到办法逃出去。先找暗门，没有就挖地道。皇后从冷宫出逃，至少路线得比宫斗体面。封得够严，挖不动，硬逃没戏，得换个能让他们主动开门的办法。他们连水都不给，是想活活困死我们？不给水，说明周岩知道饿不死我，却想逼我先崩溃。小姐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做资产爬点。冷宫没有废物，只有暂时没想用途的东西。门是出不去，门烧倒能请客。现在只差一个会自己走进来的倒霉人。饿啊，要是能点外卖就好了，奶茶、炸鸡、小蛋糕。首富千金变阶下牛，连口骚饭都吃不上，这落差谁受得了？小姐，桌上还有些剩下的点心，要不咱们吃了吧？别，都变质了，万一吃坏肚子，岂不是更完蛋？有人来了。昭昭姐，好久不见。哦，不对，现在应该教你气候。二房吃里拔外，夺了我家老爷夫人的家产。宁贵人又不知廉耻，勾引自己的姐夫入了后宫。你怎么还敢出现在我小姐面前？简直是不要脸！
如今我爹掌管了全部产业，我也成了陛下的宠妃。你们再怎么气急败坏，也只能在这儿过过嘴瘾。昭昭姐，让我看看你现在是什么表情。穆宁宁，真是你，你来得太及时了。你疯了？怎么可能？好不容易遇到一个熟人，我是太感动了。真是瞌睡来了就送枕头。穆宁宁主动上门，不利用他逃出去，都对不起他特意跑这一趟。少套近乎，你从前见我可没有这么热情。从前是我不懂事，人在冷宫饿上一天，才知道亲戚有多珍贵，尤其是穿得体面、腰上挂着钥匙的亲戚。这身料子，这套头面，贵人当得很有排场。周岩肯让你来，想必是真宠你。那是自然，陛下说了，等穆家产业归我父亲掌管，还会再升我的位分。原来如此，拿走家产，再赏你一个名分，这买卖做得真熟。你若肯跪下求我，我或许能替你向陛下求为热饭。我可是来看你笑话的，难道你就不生气？哎呀，宁宁妹妹说的哪里话，我有什么可生气呢？你在如此风光的时候还能惦记着我，我感激都来不及。不对劲，我看你分明有鬼，你拿棍子做什么？被你发现了，那我就不装了。贵人，你也给我歇着吧。小姐，他们不会没气了吧？放心，还有气，我控制着力道，只是晕过去而已。来搭把手，把他们衣服扒下来，咱们开溜。啊，还要扒衣服？当然，换身衣服，借他的嚣张出门。咱们不能在宫里乱转。穆宁宁现在住哪儿？她被赐居安庆宫偏殿。幽庆宫，好地方，离坤宁宫不远不近，可以当个临时据点。小姐，我有一事想不明白，坤宁宫明明被下令封锁了，宁贵人是怎么大摇大摆带着宫女闯进来的？这就是虐文套路的吊诡之处。想害女主的人，永远畅通无阻，无所不忌。女主求救却叫天天不应，叫地不灵，还统一称为剧情需要。好在我熟读女评，早有防备。虽然没听懂，但感觉小姐就是英明。谁？陆承义。认错人的声音通常不会这么像见了鬼。你认识这张脸？认识，他欠我一场婚礼，一个解释，还欠我一辈子。小姐，他腰上有刀，您认夫君之前，能不能先认一下危险？危险也认。那个人从前就是一身危险。别再往前。看到我夜闯皇宫的人都留不得。你没有死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真怕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。知不知道我有多想你？你认识我？废话，你是我夫君，我能不认识吗？别说你换了身衣服，你就算化成灰我都认得。这位是南疆王子，随使团来大齐议和的。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有意思，本王子怎么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在外面有了个小媳妇儿？不可能，天底下怎么会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两个人？眉眼、身形都分毫不差，绝对是。陆承业，你是不是故意装不认识我？我有办法验证你的身份。这里应该有一条伤疤的，为什么没有？女流氓啊你！还是你们大臣女子都这么奔放？本王子的清白算是被你毁了。
你可要对我负责。陆成义脸皮最薄了，被人突然看了胸肌，肯定要恼羞成怒了，定不是这般无所谓的反应。陆成义紧张时也会扣错，既然不是，那便算我冒犯。我们走。等等，你就这么走了？不然呢？王子殿下刚才还要我负责，现在又舍不得放人，南疆的清白是让时迁算的？本王子只是想知道，你口中的陆成义是什么人？一个嘴硬、守规矩、总爱替别人扛事儿的人。他不会拿清白开玩笑，更不会把刀对着手无寸铁的人。小姐，他虽然脸皮不薄，耳朵倒红得很像太子殿下。伤疤能消失，记忆能被改，习惯和心跳不会。这个人就算不是完整的陆成义，也一定与他有关。抱歉，我确实认错了。近日接连遭遇变故，多有冒犯。你这南疆王子夜探皇宫，总不是为了赏月吧？当然不是，本王子此行是来取你们大赤皇帝项上人头的。什么？你要杀周延？不错，他背信弃义，公然撕毁两国和平盟约，举兵进犯南疆边境，实在该死。你说话一直都是这么直接的吗？如此轻易将刺杀目的全盘托出，难道就不怕别人泄密？无妨，反正你们马上就是死人了，本王子也不要求你们保密。等等，别动手，我活着有用，我能帮你，不如咱们联手合作吧。哦，怎么说？我跟周延也有仇，这宫中的布局防卫我都一清二楚。你孤身一人想完成刺杀难如登天，但如果有我配合，肯定能事半功倍。本王子凭什么信你？你又是何身份？就凭我能坤宁宫逃出来，还在这皇宫来去自如，你就应该好好考虑我的提议。你人生地不熟，连周延睡在哪个宫殿都摸不清楚吧？多一个向导不亏。坤宁宫，原来你是大齐的皇后，这倒有点意思。你要谋杀亲夫？少乱叫，周延不配。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你只说答不答应？行，本王子姑且信你一回。若你敢耍花样，这人武力值也跟陆成义不相上下啊，可怎么就不是他呢？你叫什么？穆昭昭。怎么，南疆王子杀人之前还要留名作档？本王子只是不杀连名字都知道的人，显得没礼貌。既然讲礼数，就先别动刀。我负责路线、宫门和周延作息，你负责武力和撤退。刺杀不包成功，但逃命必须互相负责。你倒会分工。呵呵。遇到危险就吹哨，若敢骗我，哨声就是你的丧钟。小姐，如今我们要做什么呢？还逃出宫吗？不了，宫外已经没有主力，不如先蛰伏起来，寻找机会。现在宫里都有哪些人？我一时想不起来，你给我说说呗。现在后宫除了您以外，有宁贵人、淑妃，还有柳贵人。说起来，这些也都是熟人呢。淑妃是朱颜郡主，柳贵人就是紫月姑娘。什么？朱颜和紫月也被周延纳入了后宫？宁贵人今日怎么还戴着面纱？这几日偶感逢寒，怕过了病气给大家，还是遮着些好。淑妃娘娘如今怀了龙翼，陛下定然加倍疼惜，日后诞下皇子，地位就无人能及了。诸位谬赞，不过是托陛下的福。根据原来的剧情，朱颜根本没有怀孕，这是周延和太医联手做的一个局。等今日宴席过后再揭穿真相，扣朱颜一个假孕争宠的罪名，并以此为借口剥夺朱家的兵权。
我看淑妃娘娘行动如常，食欲不减，完全没有害醒的症状，想必这胎很是稳健吧。多亏了太医悉心照料，说起来我确实也没有什么感觉，一切都和孕前并无区别。淑妃娘娘大喜，臣妾以茶代酒，敬您这杯安稳。宁贵人客气了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哎呀，臣妾该死，娘娘恕罪。朱颜姐姐，你怎么了？血，我流血了，我的孩子。这血不是你的，现在开始，疼得越像，活路越大。快，请陛下，娘娘撑住！方才还有人夸您这一胎稳健，怎么一杯茶便出了事？莫不是安胎药有问题？先别碰药盏，等太医来验，谁若乱动，便是谁心虚。陛下来得太快，有人一直在殿外等结果，那就让他进来看看看。他准备好的结果已经换了主人。大功告成，这下所有人都看到了朱颜被推倒流产，后面的假孕说辞自然作废了。娘娘，你没事吧？臣妾不是故意的。怎么回事？朕的龙子出了什么？回陛下，淑妃娘娘她说，她怎么样了？淑妃娘娘见了大红，这一胎怕是保不住了，还望太医调理好娘娘的身子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宁贵人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谋害皇嗣！陛下，臣妾不是故意的，只是这地面突然想和臣妾亲近。狡猾，一句狡猾就想了事？朕的龙子没了，你拿命来赔！什么？他居然想杀了穆宁宁，明明穆家对他还有用，难道他要提前使商场棋子，彻底收拢穆家的财富吗？来人，宁贵人罪大恶极，即刻赐死！玩脱了，周岩这个死疯子还真是两拨。太后懿旨到，传太后旨意，淑妃滑胎之事疑点重重，不可草率定论。宁贵人暂且收押，待往慈宁宫审问，待查明真相后再行处置。钦此。母后的消息倒快，未央宫刚出事，懿旨便到了。太后娘娘说，后宫血案关系皇嗣与朱家清誉，慢一步，错杀的人便回不来了。碧玺方刚还要臣妾偿命，如今又急着看脸，臣妾实在跟不上您的心意。到了慈宁宫，把每句话想清楚。有人护你一次，护不了你一世。臣妾命硬，陛下已经亲自验过了。这道懿旨来得太准，太后究竟是谁？她为什么要替我挡这一刀？宁贵人，太后在内等着呢，请进去吧。妈，昭昭，我的宝贝女儿，真的是你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是我，昭昭，妈妈总算又找到你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还以为你们都被剧情抹杀了呢，你怎么会变成太后了？唉，说来话长，那天你们大婚，我和你爸还有钟雪都在喝着喜酒。可突然之间天旋地转，再睁眼我就躺在了慈宁宫的凤榻上，身边全是陌生的宫女太监，叫我太后娘娘。所以天道抹杀了原来的穆家父母，却让你穿成了周皇后。正是，
如今是周岩名义上的母亲。说起来，我也是一觉睡醒就发现一切都变了，方才还差点被当场刺死，多亏你那道懿旨来得及时。我在宫里忍着找你，才赶上拦住行刑。周岩靠穆家起家，如今却想把穆家连根拔掉。今天这一局本是针对别人的，妈，趁着现在您是太后，不如就2个人出宫去吧。一个是朱颜，用来制衡朱家兵权的筹码；另一个是紫月，替周岩办坏事的影子。他们都该被强留在此。好，你告诉妈要怎么做。咱们先这样，先把假流产做实，朱颜便暂时失去被利用的价值，再把他送出宫，朱家兵权就不会落到周岩手里。紫月呢？他若是周安叉叉的人，肯跟我们走吗？他今天替我扣住了药盏，他不是没看见周岩的恶，只是一直没机会选，给他一条退路，他会自己决定。那你呢？救完他们，你准备怎么办？找陆成义，无论天道把他藏在哪个身份里，我都要先确认他活着。妈帮你，但记住，救人不是把所有危险都揽到自己身上。咱们是一家人，局要一起破。参见姨母，不，母后。起来吧。宁贵人，你为什么在这儿？你犯下如此大罪。朱颜，我不是宁贵人。陆朝，你不是被关在坤宁宫吗？今日推倒我的人是你。没错。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朱颜，你误会了，你根本没有怀孕。这是陛下与太医联设计的圈套，只为构陷你假孕争宠，好夺走朱家的兵权。今日超超是为了救你才出此下策。姨母，您说什么呢？我分明就有2个月的身孕，何况月事也确实停了。那是太医下的药，你找朱家军医验一验，便知是谁把你推上了祭台。从莫名有孕到莫名流产，你还看不出这局是谁布的？没错，我孕期一点感觉也没有。难道真如穆昭昭所说，我被算计了？孩子，周岩这种人不配你为他浪费时间和感情，只要你稍微想想就能明白，对吗？姨母，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啊？我不愿害了兄长，更不愿连累朱家。你想不想离开这个鬼地方？只要你自由了，周岩就拿你没办法。我想，但他怎么可能放我走？就算你帮我离开，他也必定会迁怒你们。所以要让你走得光明正大。你兄长快回京述职了，不如你写封信，我们替你送到家人手上。等朱将军面圣时，让他提起带你出宫散心。可兄长会为了我得罪皇帝吗？再说周岩向来多疑，他真能同意？周岩初登基，根基不稳，边关的兵力全握在你兄长手里，他可不敢公然驳了大将军的面子。而你兄长比你想象中更在乎你。好，我写。我不要兄长替我求情，我要把太医药和假孕之事全部写清，让他带朱家军医入宫。对，求情只是带你出去，证据才能让周岩不敢追。信分2烙送，一封走朱家旧部，一封藏进明日送往兵部的文书。谁截下一封，另一封便会更快当。入宫时人人都说这是荣耀，如今看来不过是一根做得好看的锁。锁也能当钥匙，等你走出这道门，再决定自己是谁。朱颜的信已经送出去，算算日子，他那大将兄长也该进宫了。我得继续跟进，确保一切顺利。末将参见娘娘。这个声音好熟悉，怎么有点像？兄长不必多礼。娘娘看着清简了许多，可是在宫中过得不好。末将听闻娘娘……兄长，我有一件要紧事需你帮忙，我想出宫，能否帮我？好，我也要在宫中逗留几日，你的事儿正好一起办了。我倒要看看这人的熟悉感从何而来。何人鬼鬼祟祟？出来！
真的是你。老婆，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找不着你和闺女了。还好还好，咱们一家又在一块儿了。太好了，爸妈都还在，不管这个天道怎么折腾，我们一家人都不会散了。闺女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我没事儿，你们一个太后，一个大将军，咱家这是集体升职啦。只可惜如今周延把持着朝政，手段毒辣，咱们可都得小心。不如直接扳倒他。我在军中有了心腹，要动手不是没可能。太后这边也能压住朝堂一部分老臣。昭昭，你觉得如何？我不想你们冒险，爸妈，我不能再失去你们了。我想想其他办法，一定能找到机会，神不知鬼不觉除掉周延的。不硬来可以，但一家人得一起留后路。你总算舍得回来了，不许我乱跑，自己却整日外出不见人影，到底有没有想好怎么杀大齐皇帝？思义，我问你，你有没有不属于自己的奇怪记忆？或者你有没有想起我是谁？什么意思？如果你想起了什么，一定要告诉我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那你告诉我，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为什么不出刀？你明明可以杀了我，为什么任我油嘴滑舌胡说一就听我摆布了？你是他对不对？不是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那你的心为什么跳得这么快？你的身体记得我，嘴上不承认，也骗不了心跳。够了，别再试探了。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。躲得过今天，躲不过明天。陆承义，不管你换成谁，我都把你找回来。我明明第一次见他，身体为什么先认输了？陆承义到底是谁？你可以不记得我，但这具身体留下的东西比你诚实。穆昭，你这个贱人！我要赶紧去告诉陛下，穆昭昭简直是无法无天了！陛下不好了！穆宁宁，坏了朕的大事，还敢出现在朕面前，还以这样一副尊容。陛下，臣妾冤枉啊！臣妾被穆昭昭所害，代替他被困在坤宫好几天了。什么？穆昭昭逃跑了？不仅如此，陛下，后宫现在都乱了一锅粥。臣妾这一路过来亲眼所见，我看见。看见什么？快说！臣妾还看见穆昭昭私会南疆王子，两人亲密得很。穆昭昭，还有太后娘娘，我看到她召了朱将军入宫。太后看朱将军的眼神，那可真不一般啊！好啊，皇后私会外男，太后勾连外臣，一个个都把朕当成瞎子。传朕旨意，封锁后宫。遵旨。陛下，臣妾随您一同前去。我要亲眼看着穆昭昭伏法，
为什么？我明明是在帮你。帮我？你们穆家个个都仗着掐财就想拿捏朕，以为区区银钱便能左右皇权，简直痴心妄想！穆家上下全都该死，封死所有宫门，随朕杀入后宫。陛下，穆家账册只有我知道藏在哪。他能从坤宁宫出来，穆昭昭便一定换了他的身份。传令，遇见宁夫人装束者，先摘面纱再拿人。你会比我死得更难看。超超，怎么了？在想什么呢？没。对了妈，朱颜和紫月都被安排出宫了，现在只剩下个穆宁宁。你能不能找2个信得过的人，先去给他送点水和饭？我跟小谭出来后就进不去坤宁宫了。好，我让贴身嬷嬷去办。小姐，不好了！外面来了一大群禁军，把整个慈宁宫都包围了，领头的好像是皇上。什么？周颜这是要干嘛？穆昭昭，你以为你能逃出朕的手掌心？全部拿下！有我在，别怕。好啊，都来了，今日我就一并处理。谁敢动我女儿？周岩只会躲在人墙后面，本王子正愁找不到你。狂妄南疆小儿，给我杀，一个不留！退下！今日谁也别想过去。老公，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厉害了？可小心着点啊！是这具身体的能耐。老婆婆，你跟闺女先躲起来。妈，陆承业。护住他！你什么时候下的命令？第一次见你之后，省得某人认错夫君，还没问清就先把命丢了。嘴上说不认识，暗卫倒叫得很快。穆昭昭，你还要固执到何时？谁在说话？我是天道，是这个世界的规则。穆昭昭，今天一切祸乱皆因你篡改命运而起。只要你自行了结，你的父母、南疆王子，所有人都能安然活下来。否则，他们会因你而死。接受自己的命运吧，拿起它，结束这一切。这是你唯一的选择，也是你最后的价值。只有我死，他们才能活吗？没错，快动手吧！既然要我自愿，为什么还要把刀塞进我手里？这是指引，不是强迫。你解释了，真正的天道不需要向妻子解释，除非你也怕我不按本走。他要我死，周岩要亲眼看我死。很好，所有想看戏的人都站到台前了。昭昭，住手！不要！闺女，别听这鬼话！爸宁可战死，也不要你拿命换的活路！女人，给我住手！你撩了我就得负责，我不准你死！我也不想死，凭什么我活着就要拿你们来陪葬？我不甘心，可我不能害你们。昭昭！穆昭昭，你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，最后的赢家只能是我。天下
财富后宫，我终于可以都收入囊中。怎么会？你怎么敢杀死我的男爵？你怎么敢？这套规则只会拿女人铺路，却不许女人活成自己。你竟然颠覆了一切！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力量？你本该是一个宠物玩意儿，厌世！为什么吧？因为我不愿意，就这么简单。没有天道替你托底，你连反派都站不稳。结局不是写出来的，是人活出来的。怎么回事？妈，别走，我们好不容易才聚，不能有散。昭昭，妈不走，妈舍不得离开你。傻闺女，爸在呢，爸哪儿都不去。昭昭，好孩子，你做得很好，妈为你骄傲。闺女，爸这辈子最幸运的事，就是有你这么一个女儿。不要！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们。不是消失，是有人在把我们送回去。昭昭，我想起来了，大婚那夜，我被一股力量拖走，醒来便变成了司仪。你就再抓紧我一次！拿着，等我。这次不是你认错，是我回来了。昭昭，欢迎回来。你是干妈？是我。感觉怎么样？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我明明还在皇宫，周岩死了，世界也塌了，这里又是什么地方？你已经在实验舱里躺了3个月了。昭昭，这里是我的时空实验室，你之前经历的一切都是时空交换疗法产生的虚拟现实。时空交换疗法？对，3个月前你因为心肌梗死停止了心跳，情况凶险，常规医疗手段已经无能为力，所以我申请启用这个还在实验阶段的项目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我搭建了一个平行时空模型，把你的意识投放进去，用完整的体验感来刺激你的神经系统修复。昭昭，是你在那个世界拼尽全力活下去的意志，让你撑过了这次危机。原来是这样，干妈，谢谢你救了我。傻孩子，先别急着道谢，我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爸妈，7年前你父母出车祸，性命垂危，同样是我申请了这个疗法。如今实验成功，你们的生命体征都已经稳定，一家人团聚指日可待。所以他们很快也能醒来？你穿越到那个世界后，作为女儿的意识与他们建立了深层链接。我想，最多再过3天，小兰和老穆就能睁眼。爸妈，快醒来，咱们还得重新过普通日子。太好了！那我穿越后的那个世界呢？真的全都消失了吗？当然不是，那是一个持续运行的世界，后面还会有人被投放进去。妈，昭昭的生命体征稳定了，按协议可以转普通病房观察。
昭昭，正式认识一下，我叫陆成业，也可以叫我第2阶段投入的义士思义。你一直都在，连换身份都不提前打个招呼，害我白哭那么多场。我一直都在，